咱们很多花友养兰花，把这个兰花养成这样了，像秃毛鸡一样，它怎么能养成这样的？能不能救？怎么救？那么这个视频来一个我解决它这个问题的一个教程。视频稍长，点赞收藏。反而来看一下啊，它是用这个纯的这个小的陶类种植的啊。那么这个花盆的排水透气性啊，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它为什么养成这样了？咱们花友一看到这个烂根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水浇多了。”不是啊，兰花它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？咱们仔细剖解一下这个兰花的这个根儿，兰花的这个根系全部脱皮，脱皮化水啊。那么这种情况怎么造成的？这种兰花啊，我分析一般都是咱们不敢浇水，天干去养，就怕它烂，就怕它烂，花盆里边的湿度保不住。那么它是先空根失去水分，然后咱们浇水以后存水量比较大啊，然后导致兰花的根系脱皮腐烂。这种脱皮腐烂一般都是先空根后烂根，那咱们给它救一下啊，把这个不好的炉头啊，咱们给它拽下去啊，这些腐烂的炉头给它拽下去，空根腐烂的外部这个容易烂的都给它薅掉啊，化水的位置都给它薅掉。只要是这个根有韧性啊，它就没有问题，它就是好根啊。没有韧性捏着化水的，它都是不好的根啊，这都是空根了，先空根。然后浇大水一泡变成烂根。那么2棵小苗清理成这样，咱们就 OK 了啊。咱们用杀菌剂给它泡一下，咱们给它泡个3分钟、5分钟的就 OK 了。然后就把这个根放在阴凉的地方给它晾干，晾到表面没有水分，那么咱们就可以种了啊。那么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就不晾了。咱们换一个排水好一点的一个新盆，我这回就不用兰花资料去种了，我用咱们的种沙大火土去救这2棵兰花小苗啊。为什么用咱们种沙大火土里边主泥炭去配置的这个土去种？因为这个泥炭要比咱们颗粒性的兰花土它保水性要好很多。那么咱们种植兰花花盆里边的湿度是非常重要的啊，你不光是根系周边的土壤要有一定的湿度，炉头周边也要有湿度。啊，咱们兰花土养兰花，它的问题在哪儿？问题是花盆底部比较湿，顶部比较干。那么这样炉头位置没有湿度，不发芽，不抽新芽。那么长期以往的话，兰花的老根衰退，后期出现问题啊，新芽出不来，新根出不来。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炉头位置湿度保不住的一个问题。那么第2点就是咱们兰花石啊，咱们平时浇水的时候很难给它完全浸湿，完全浇透啊。除非你去每一盆去浸盆，那么泥炭就简单很多啊，咱们给它浇到底部流水，那么基本上这个土啊就给它浇透了。对于我这种懒人来说，咱们用泥炭平时浇水也方便很多。种的时候咱们提着根不要往下去摁啊，让这个根系悬空，周边土给它塞上啊，让根和土充分的去贴合，是吧？教你们的铁砂掌啊，咱们一样适用于兰花，周边的土往下去摁一摁啊，这样这个兰花它就不倒了。室内养兰花的时候，埋土的这个位置啊，相对来说比较重要。这个炉头的位置你不要给它全埋，全埋的话容易烂。那么你也不要说完全给它露出来很多啊，那么露出来很多，这个炉头感应不到湿度，它不抽根不发芽啊，做到半埋或者埋到1/3的这个位置，让这个炉头能感觉到土的一个湿度，炉头往外发根，炉头往外抽芽啊，抽新芽才开花。花盆表面必须得撒上一勺咔咔长根的这个微生物有机肥，咱们浇水激活微生物，让微生物到土壤当中刺激这个兰花根系快速的生长，快速的复盆。这盆兰花就3个半月之前啊，这个花友拿来让我给救治的一个兰花啊，3个半月的一个时间，就咱们种沙火土配合这个微生物有机肥，根系已经非常发达了，3个半月的一个时间啊。咱们现在是双11活动期间啊，土和肥都是85折，沿着花盆周边多浇2遍，完全给它浇透。咱们平时浇水呢，大概5到7天左右啊，这个盆面这个土微微变色了啊，你摸着有凉气，但是土不沾手，水不沾手，咱们给它浇水就行。那这个兰花缓苗的一个位置放在你家阳光能照射进来的，这是阳，这是阴，阴阳交替的一个位置，给它进行缓苗。对兰花来说，这个亮度是非常利于缓苗的。那么兰花救治、兰花复盆速度比较慢啊，咱们等个2、3个月啊，你轻轻的去拽，哎，感受到这个根系哗哗使劲抓土的这个感觉，那么 OK 它就复盆了啊。咱们可以适当的去给它增加一些亮度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